娱乐圈这个对年龄异常苛刻的舞台上，36岁往往意味着转型压力，甚至是被边缘化。然而，对谭松韵来说，这一年却像是一场重生。她带着新作品《我和我的山海》强势归来，收视率突破2，成为当之无愧的话题之作。观众惊讶地发现，那个曾经代表青春感的女孩不见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眼神坚定、命运坎坷却从不低头的女性角色。她不再是校园里的元气少女，而是一个从小被抛弃，一路拼搏，最终成为上市公司创始人的女性。这不仅是角色的转变，更是她对自我的一次撕裂与重塑。她用行动证明，年龄不是界限，真正的演员从来不被标签束缚。为了塑造这个角色，谭松韵做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牺牲。她主动减重，只为让角色更贴近现实中的打拼女性。她拒绝精致妆容，以素颜出镜。她甚至让皮肤刻意晒黑，让自己看起来更粗糙、更真实。镜头前的她不再光鲜亮丽，而是带着风尘、疲惫与倔强。这种去美化的表演是一种勇气，因为在这个以颜值为王的行业里，愿意主动变丑的演员少之又少。但正是这种近乎极端的投入，让观众第一次真正看见，她不仅仅是甜，更是狠。然而，在这些光鲜的成绩背后，是一段几乎无法承受的黑暗。2018年除夕夜，本应是万家团圆的时刻，她却在剧组忙碌拍摄。而远在四川老家的母亲，却遭遇了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。肇事者是一名醉酒司机。那一刻，命运没有给任何预警。消息传来时，他整个人仿佛被抽空。他赶回家乡，守在医院，陪着母亲与死神抗争。那是漫长而绝望的20多天，每一天都像在悬崖边等待答案。但最终，奇迹没有出现。2019年1月，他失去了母亲。那一刻，他的世界彻底崩塌。失去至亲的痛，不是眼泪能表达的。那段时间的谭松韵几乎从公众视野中消失，她不再频繁更新动态，不再出现在镜头前，甚至连笑容都变得稀缺。她选择沉默，不是不想说，而是无从说起。悲伤像一层无形的雾，把她整个人包裹住。她暂停工作，让自己慢下来，试图与这场突如其来的失去和解。但有些伤不会因为时间而自动痊愈，它只是慢慢沉入心底，成为一生的隐痛。在悲伤之外，他还必须面对另一场战斗——法律的审判。这起案件持续了整整2年，他一次次出庭，一次次面对细节，一次次重温那段最不愿触碰的记忆。那不是简单的讨公道，而是一种精神上的反复撕裂。直到2020年，判决终于落下，肇事司机被判6年有期徒刑。这个结果对很多人来说或许只是一个数字，但对他而言是一种迟来的正义。更令人动容的是，他将所有赔偿金全部捐出，因为在他心里，母亲的生命从来无法用金钱衡量。他要的从来不是补偿，而是公正。星号6，用音乐说话，一封写给母亲的信。星号，有些思念说不出口，但可以唱出来。他创作了一首歌，名字叫《我在这里》。那不是一首商业作品，而更像是一封写给母亲的信。歌词没有华丽辞藻，却字字真实。那里面有他的遗憾、思念，还有无法弥补的空白。音乐成了他的出口，在旋律中，他可以再次靠近母亲，也让观众第一次感受到他内心深处那份从未愈合的柔软。很多人看到谭松韵的成功，会误以为他是运气好，但如果把时间线拉长，你会发现他几乎是用20年一点一点把自己熬出来的。15岁进入演艺圈，他没有背景，没有资源，甚至连被看见的机会都很少。那些年，他演过无数没有台词的角色，站在镜头边缘，等待一个可能永远不会来的机会。娱乐圈从来不缺新人，缺的是能留下来的人。而他的特别之处在于，他不争一时，而是坚持走一条更慢、更稳的路。直到最好的我们，他饰演的耿耿不是那种完美女主，而是一个普通到甚至有点笨拙的女孩。可正因为真实，观众才第一次真正记住了她。
他没有用技巧表演，而是用情绪生活在角色里。随后，以家人之名中的李尖尖，让他彻底站稳脚跟。他的哭戏不撕裂，却让人心酸；他的笑容不夸张，却让人安心。他的演技像水一样，不张扬，却无处不在。在一个越来越依赖流量与话题的时代，他选择用稳定输出对抗短暂爆红。他不急着成为顶流，却慢慢成为无法被替代的人。这是一种更难也更高级的成功。关于爱情，谭松韵的态度和他的事业一样，不急不将就。36岁的他依然单身，在很多人眼中，这似乎是一种缺失。但如果你真正理解他的经历，就会明白，这其实是一种选择。母亲的离世不只是失去亲人，更是一种对关系的重新认知。当你真正经历过那种突然消失，你就会明白，爱从来不是理所当然的存在，它可能随时结束。这种认知会让人变得更加珍惜，也更加谨慎。他不是不渴望爱情，而是更清楚，比起拥有，他更害怕失去。所以他选择慢下来。他开始把更多时间留给自己，调整情绪，修复内心，重新建立安全感。在很多人急于进入一段关系的时候，他反而选择独处。这种独处不是孤独，而是一种自我重建。他学会一个人生活，一个人面对情绪，一个人消化过去。当一个人能够独立承受世界时，他才真正有能力去爱另一个人。他也坦言，如果有一天遇到合适的人，他会勇敢去爱。但前提是那段关系必须是健康的、稳定的，而不是填补空缺的替代品。在这个快节奏、速食爱情盛行的时代，他的选择显得格外清醒。他不是被时间落下的人，而是主动掌控节奏的人。而这种从容本身就是一种力量。谭松韵的故事从来不是简单的成功励志，它更像是一段关于失去、坚持与重建的旅程。他没有被悲剧击垮，也没有急于证明什么，他只是一步一步从废墟中站起来，继续生活，继续热爱，继续前行。或许这才是他最动人的地方，不是从未跌倒，而是跌倒之后依然选择走下去。感谢观看。如果你喜欢这样的故事解析与深度人物内容，欢迎点赞、订阅频道，并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。你最喜欢谭松韵的哪一个角色？如果是你，你会如何面对人生的巨大失去？你的每一条评论都是对创作者最大的支持。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。